深夜，胖子开着车把顺贞带到了偏僻的小树林里，刚停下车就猴急的想对顺贞动手动脚，可他还没碰到顺贞，一把锋利的剪刀就死死抵住了他大腿上的胡萝卜。胖子瞬间就吓傻了，一动都不敢动。顺贞就这么用剪刀逼着他，用胶带把他浑身上下缠得像个粽子一样，只留下了一双腿能动。那天晚上，顺贞整整折磨了他一夜。等胖子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。他用尽全力踹开车门，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，一瘸一拐地冲到公路边求救。可路过的车辆看着他这个浑身是血、被胶带缠得不成人样的疯子，都吓得猛踩油门，没有一个人敢停下来。最后，胖子因失血过多死在了路边。老吴赶到现场，看着挡风玻璃上的贴纸，终于绷不住了。这已经是顺贞杀的第5个了，他不能再这么纵容下去。于是回到警局，就向所有同事坦白了真相。警方立刻发布了通缉令，全城搜捕顺贞。可他们所有人都没想到，顺贞不仅没有躲起来，反而主动找上了他的下一个目标。当年为那个恋童癖恶魔伪造精神病鉴定报告的黑心律师，顺贞这次伪装成了一个刚入行的新人律师，说自己一直很仰慕金律师的能力，想上门请教几个案子上的问题。这个金律师本就是个伪善的衣冠禽兽，看着顺贞年轻漂亮，又一副崇拜自己的样子，想都没想就把她邀请到了自己的豪华别墅里，然后就开始对顺贞动手动脚。顺贞假意顺从，暗地里却已经准备好了动手的工具。可就在即将行动时，老吴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。여보세요? 정신적 뭐하는 거야 지금? 나? 나 지금 김분하사님이랑 데이트하고 있지. 어디야 거기? 야 안돼. 근데 여기가 어딜까? 老吴瞬间就明白了，金律师就是顺贞的下一个目标。他立刻带着警队疯了一样往金律师的别墅赶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等他们冲进去的时候，里面早就空无一人，只有被打翻的台灯和地上的血迹。顺贞早就打晕了金律师，把他塞进了大纸箱里，用电梯运到了地下车库，开车带走了。而他要去的地方是汉城最大的垃圾场，也就是当年他找到女儿尸体的地方。在路上，顺贞给各大媒体都打了电话，说自己要在这里上演一场轰动全国的死亡直播，他要让全韩国的人都看看这个世道的不公，看看他的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。等老吴带着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垃圾场里已经挤满了闻讯而来的记者，无数的摄像机对准了场地中央的那台起重机。因为金律师已经被五花大绑吊在了起重机的吊臂上，而顺贞则把自己锁在了起重机的驾驶室里，牢牢掌控着这个黑心律师的生死。今天是敏娥的生日，也是敏娥的忌日，顺贞要在这个埋葬了他所有希望的地方，给女儿办一场最盛大的生日庆典，而这个黑心律师的命就是他送给女儿的祭品。老吴拿起扩音器对着驾驶室里的顺贞大喊，想让他冷静下来，放了金律师。他说自己会想办法给他和女儿一个公道。可顺贞听到这话只觉得无比可笑，接着他便打开了起重机的广播系统。오성호, 당신이 무슨 자격으로 얘기를 해? 애 아빠라고? 당신은 그럴 자격이 없는 사람이야. 그 꼴난 경찰이라면서 자기 아이도 못 지킨 인간이잖아. 오늘 내 딸, 우리 미나 생일인 건 너 기억하니? 그런데 작년 오늘 바로 이 자리에서 우리 딸 미나가 죽어서 시체로 발견됐어. 발견 못 켜졌어. 6살짜리 아이를, 그 천사 같은 아이를 짐승만도 못한 새끼가 죽여서 여기에 버렸어. 이 쓰레기들 놈을! 서울에 사는 온갖 인간들이 버리고 쌓아놓은 이 쓰레기들 놈에 내 딸을 죽여서 버려놨어. 그런데 그 짐승만도 못한 새끼는 지금 어떻게 됐어? 병원에서 치료받고 있대요. 그동안 넌 뭐 했어? 넌 그날이 미나 생일인지도 모르고 있었잖아. 听着顺贞的控诉，老吴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，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因为顺贞说的都是对的。他身为警察，身为父亲，什么都没做到，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。就在顺贞的情绪到达顶点，即将按下按钮的那一刻，特警队员悄悄从后方爬上了起重机，借着烟雾弹的掩护，一把撞开了驾驶室的门，死死按住了顺贞，把他当场抓获。吊在半空的金律师被成功救了下来，捡回了一条命。顺贞被警察押着离开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丝毫恐惧，也没有丝毫慌乱，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。所有人都以为这场轰动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到此就结束了，可他们都错了。没有人知道，这场看似落幕的屠杀，其实只是顺贞最终计划的铺垫。真正的复仇，从他被抓的那一刻才刚刚开始。
几个月后，法院的判决下来了，顺贞因蓄意谋杀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但同时，医院出具的精神鉴定报告显示，顺贞因为女儿的惨死，患上了严重的精神障碍，需要先转入精神病院接受为期半年的治疗。当老吴看到这个判决结果时，瞬间就明白了顺贞的所有计划。他终于懂了顺贞为什么要在垃圾场搞那场直播，为什么要当着全国媒体的面装作精神失常，做出疯疯癫癫的样子。他从一开始就算好了一切，他知道韩国没有死刑，就算他杀再多的人，最后也只是被判无期，而只要他被鉴定为精神病，就一定会被送去医院治疗。而整个汉城只有一家官方的精神病院，那个奸杀了他女儿的恋童癖恶魔正好就被关在这里，而他才是顺贞的终极目标。想通一切的老吴立刻赶到了精神病院，并当面告诉顺贞，说自己现在已经辞职不干了，他对不起他，更对不起女儿。如果他能早点明白，就不会让顺贞一个人扛下所有。临走的时候，老吴递给顺贞一本厚厚的圣经。 내가 이때 성경 차입했어. 틈틈이 읽어. 자세히 보면 도움될 거야. 간다. 뭐? 当天晚上，顺贞在病房里翻开了那本圣经，看到了一整页的奥罗拉公主贴纸，然后又在封底夹层里摸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，而这也让她露出了入狱以来的第一个笑容。第二天，精神病院的集体活动时间，所有病人都在干着各自的事儿，唯独顺贞转头看向了一个男人。 잘하네요. 환자 노릇. 나 기억 안 나? 모르겠어? 홍기범, 내 딸 죽여놓고 여기 숨어있으면 못 찾을 줄 알았지. 나 맨날 업무야.这一刻，顺贞终于为女儿报了这血海深仇。看着倒在血泊里的男人，脸上没有丝毫波澜。然后他举起了那片沾满鲜血的刀片，平静地划过了自己的脖颈。他知道自己也是害死女儿的凶手之一。如果那天他没有把女儿毒死留在服装店，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现在大仇得报，他再也没有了什么牵挂。他要去天上陪他的敏娥了，陪他的小公主过一个迟到了1年的生日。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那个被警察救下的黑心律师依旧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。他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，以为这件事早就翻篇了。可他不知道，在他新买的宝马车上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早就被贴上了一张奥罗拉公主的贴纸。而老吴则一直在后面跟着他，眼里满是冰冷的杀意。顺贞的复仇结束了，但属于一个父亲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他会接过顺贞手里的刀，替女儿讨回剩下的公道。